嗨，大家，现在是凌晨4点，然后我因为耳朵非常的痛跟热有点睡不着。我已经约了明天一早的 urgent care， 想说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一大早7点多来报到，医生看完之后说是中耳炎，所以给我开了7天份的抗生素和止痛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mi。现在大概早上10点多，然后我现在打算出门看医生。今天其实是要上班的，就是你看我现在穿的有领着衣服，才刚开完一个会议。但是在开那个会议的当下，我就发现不行，我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，先解决我自己的状况，所以就立马传讯息给我主管说我要请假。那最主要我的问题是，就从上周5开始，我的右耳就有一点听力问题，像是我右耳听到的东西跟左耳听到的东西就不太一样。右耳听到的东西会有点像有一层薄膜罩着的感觉，就是什么东西都雾雾糊糊的。然后包括我现在讲话，就会右耳感觉到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嘛。反正我就觉得我整个状况因为右耳都不太对。然后像是我昨天晚上醒来吃了那个止痛药，然后才回去睡觉。今天这支影片应该会比较像是治疗耳朵的一个记录吗？因为上周诊断是中耳炎，然后吃药了没有好。我今天去换了另外一个医生，我想看看说他的诊断结果是什么，以及他会给我开什么药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我现在打算出门了。离我家最近的诊所是我公司里面的附设诊所，所以我现在打算骑 scooter， 然后就是到公司里面看医生。我已经约了一个时段的30分钟。我现在刚刚看完医生到家，然后医生的诊断是说，他看上一个就是我去 urgent clinic 那边，上一个医生判断是中耳炎，但是今天他判断的是外耳炎，细菌感染的部分跟范围不一样，那所以要用的药也不太一样。像是上一个医生给我开的是抗生素，就是口服药，但是今天这个医生说他觉得抗生素已经没有用了，然后他给我开一个比较强效一点药，是像这样子的，它很像眼药水，不过它是要往那耳朵里面滴，然后一天要滴4次，每次2滴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滴这个眼药水。然后我今天去看诊的时候，那个医生也跟我说，你怎么这么能忍？就是从他的角度看，他觉得我耳朵内部已经非常非常的肿胀，我感觉我得维持这个姿势阵子。但美国就是这种低耳朵治疗外耳炎的药是要处方药，所以没有办法自己进药局买，你一定要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开给你。我去的药局是我们公司附设的药局，所以它的药比外面便宜。那这一罐是$35，不知道台湾治疗这个的药大概是多少钱？现在2点半，我是还没有吃东西。吃东西会让我明显感觉说我这边的耳的压迫感会变大。今天是第2天，然后早上起来一定要点这个，它就是每6个小时就要点一次。但金加清就是一开始点下去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像耳朵堵住的感觉，像是一般在吸水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但又不能让它流出去。点完的时候的1-2分钟蛮痛，不知道是因为药水去刺激还是怎样，然后就要耐心。最后我的耳朵在点了7天左右的眼药水之后，终于顺利康复了。然后我想说，顺便用这次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的就医经验，以及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医疗花费的部分。我这次因为耳朵的问题，前后去了2次诊所。第一次去的叫做 urgent care， 可以理解为它是紧急照护中心，它跟一般的急诊室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急诊室我们通常叫 ER。Urgent care 在这边通常是处理比较轻微的疾病，像是头痛、耳朵痛，又是喉咙痛，还有一些轻微的刮伤跟割伤等等。急诊室就是处理比较重大，像是危及生命的疾病。所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说，如果是比较小的病，如果你跑去急诊室，他们会把你放在比较后面的处理顺位，可能会导致要等很久的情况。对，所以我这次去的是紧急照护中心。
那它的流程主要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在网络上就可以 check 说它可以预约的时段，那时候是只剩下早上的7点到8点，然后每一个病患是预约10分钟的时间。在去之前就要先在网络上填好所有基本的，像是保险，然后个人资料，还有要先绑好你的信用卡，还要确定你有付款的能力。然后当天就是直接带着你的保险 ID 卡直接进去跟柜台讲，那个护士带我到一个小房间。那我在进去小房间之后，护士有例行性问我一些像是家族病史，还有帮我做量血压。之后他就叫我在那边等一下，等医生来。我大概是等了5分钟左右，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医生走进来，然后他看了一下我的情况，前后大概是1分钟的时间，就跟我说他觉得问题不大，是很常见的中耳炎，然后吃个抗生素跟吃个止痛药就好。我那时候当下一开始还蛮担心的，因为我是第一次中耳炎，所以我就有依序在问他几个问题，像是要注意的事项，以后要避免什么事情才不会再次感染之类的。那他回答我都蛮简单的，我感觉他是有点想要把看诊时间压缩在那10分钟之内，所以回答的都算简洁。不过我当下心态想说，太棒了，既然他都说没事嘛，是一个小事情，所以感觉上也不用太担心太多，就是回去乖乖吃药，然后大概1周后它就会好。那我在领完药回到家之后，大概是3天左右的时间，我的账单就来了。它账单的金额是已经帮我扣掉保险的给付之后，我的这次 Urgent Care 看病总金额是$193，不含药的费用，药是要另外去药局付。那这次我是$9的药费。当下看到账单的时候，算是可预期，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心痛吗？殊不知，就是我在药吃完7天以后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我的右耳还是感觉到不太对，所以我才去看了第2次的医生。那我第2次换了一个医生，是去我们公司的附属诊所。大家可以理解为像是一般的耳鼻喉科，就是有任何疑难杂症，他们都可以帮你简单看一看跟简单的处理。那一般一个员工是预约时间是30分钟，每一个病患他被分配到的时间也比较充裕，所以就是在整体看诊情况下来，我觉得体验也比 Urgent Care 好蛮多的。就医生除了给我做一些像是例行性的检查，还有花了蛮多时间跟我讲解像是中耳炎跟外耳炎的差别，然后外耳炎要注意的事项，像是不能碰水，又或是不能用棉花棒，就是一直挖耳朵，还有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会感受到明显的痛觉，都是一些常见的症状等等。然后我们公司它的统一看诊费用是$35一次，那我这次药水$35，就是那个低耳朵的药水。那我这一次总医疗花费扣掉保险给付之后，总共是$272。我感觉在美国真的不能随便生病，相等于台币快8000块左右，对，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所以总结以上，算是我第一次体验在美国去 Urgent Care， 然后第一次去我们公司的附属诊所，然后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得到中耳炎跟外耳炎的情况，想说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大家未来可能有一点小小状况要去就医的话，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参考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，然后不需要运用到这种资源。